20块钱买的彩票中了7000万，可我还没来得及兑奖，就被我妈叫回了家。初晴，家里的3套学区房，我们决定全过户给林川。3套都给他？对。1套都没有我的？你是姐姐，又有工作，林川马上有孩子，正是需要房子的时候。姐，孩子以后上学用得上，你能力强，想买房可以自己买。你也觉得应该全给你？房子是爸妈的，他们怎么分我不好说。不好说，但3套都敢收。够了，你弟是夏家的儿子，以后我们养老还得靠他。行，3套房都给我弟，这才像个姐姐。正常的赡养义务我不会逃，但以后买房换房投资周转，还有孩子上学的额外开销都由林川负责。你这是跟家里算账。房子归他，额外责任也归他，很公平。既然你答应了，就把字签了。姐，你真签？不是你们让我回来签的吗？姐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从今天起3套房是你的，以后也别再用一家人让我替你承担生活。夏初晴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分钱的时候，我是早晚要嫁出去的女儿；要钱的时候，我又是必须帮弟弟的姐姐，总不能好处没我的，责任全有我的。姐，你别赌气，以后真遇到困难，还不是得靠家里？一个女人在外面没房没依靠，能硬气几天？等在外面过不下去了，可别回来后悔。放心，以后真遇到困难，我也不会回来动你们的3套房。妈，他不会反悔吧？他能反悔什么？一个人在外面没房没依靠，硬气不了几天。等他吃了亏，自然会回来。不会了。姐，今天委屈你了，以后你遇到困难随时找我。姐，等公司赚钱，我第一个还你。婚礼尾款还差8万，你先替你弟垫上。林川马上当爸爸了，你这个姐姐也该表示一下。明天下午回来，把你房间里的东西收走。清雪想提前布置婴儿房。好。夏女士，税后奖金5600万元，请确认收款账户。恭喜，谢谢。妈，下午几点回来？回去干什么？收拾你的房间，清雪月份大了，婴儿房要早点布置。你们已经开始收了？你又不回来住，早点收有什么区别？3点到。这就对了，你是姐姐，别总跟你弟较劲。你们不是叫我回来收东西吗？怎么连婴儿床的位置都量好了？姐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提前看看。反正你也不住家里，早点收出来，大家都省事。这是我的衣服，就衣服而已，要的带走，不要的就扔。你们至少可以等我回来。姐，清雪怀着孕，你别因为一点小事跟她计较。我的房间被清空是小事。初晴，爸妈不是不疼你，你别总这么敏感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不争不闹不反驳，不是你们最希望的吗？姐，我帮你。你还在为3套房生气？是，但不只是房子。那还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终于确定这个家没有我的位置。你怎么能说这种伤人的话？妈，是话伤人，还是你们做的事伤人？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。以前我也这么以为，现在才明白，不讲道理的地方也不一定是家。妈，他怎么突然这么硬气？硬气不了多久，他总有回来求娘家的一天。135平，3室2厅，业主急售，总价398万，首付30%的话，我可以帮您计算月供。全款多久能办完？全款？产权没有问题的话，业主配合1周左右。夏女士，您确定？确定。小姑娘，你一个人买房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跟家里人商量？这是我自己的钱，也由我自己决定。夏女士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爸，你妈说你昨天走时候脸色不好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房间和房子的事儿别多想，你能力强，以后肯定比你弟过得好。如果我能力不强呢？什么？如果我买不起房，你们会分我一套吗？初晴，你别钻牛角尖。知道了。夏女士，恭喜有家了。谢谢。什么事儿？姐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我有个朋友在事业单位上班，月薪8000多，人也老实。你怎么突然关心我的感情了？
你都32了，身边总得有个男人照顾，对方条件真的挺适合你。林清雪，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过需要你给我介绍对象？夏初晴，欢迎回家。姐，这是韩征，在区里单位上班。你好，夏小姐。听说你32岁，还在互联网公司？互联网不稳定，女人年纪大了，还是找个轻松稳定的工作好。我姐就是事业心太强，到现在连房子都没买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房？她开玩笑呢，姐，你别吓到人家。夏小姐月薪多少？第一次见面就问收入，只是互相了解。那你月薪多少8500，有编制。房子呢？我父母有一套2居室，结婚以后你可以搬进来。住哪一间？我父母住主卧，我们夫妻住次卧。然后呢？你把互联网工作辞了，换份轻松的，以后生孩子也方便照顾家庭。姐，人家都替你考虑这么远了。他问我的年龄、收入、工作和生育计划，叫考虑长远。我问你的存款、负债和房屋产权呢？夏小姐，你是不是太物质了？你问我叫了解，我问你叫物质。我只是觉得女人没必要太强势。那你为什么来见我？清雪说你虽然年纪大一点，但收入不错，人也老实，婚后愿意顾家还是可以考虑的。你就是这么介绍我的？我这是帮你说好话。年纪大，没房，人老实，可以考虑，这叫好话。姐，你都32了，现实一点不好吗？你这种态度很难嫁出去。那就不嫁。人总要有个归宿。我的归宿不在别人家的次卧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心介绍对象，你却让我难看。你不是介绍对象，你是在替别人评估我适不适合娶回去做家务生孩子。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事实比这更难听。你别以为工作好就了不起，女人最后不还是要结婚？你愿意怎么过是你的选择，别拿你的选择给我定价。喂，你怎么把人家男方气走了？林清雪告状挺快。他是为你好，你32岁了，还真想一个人过一辈子。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过？女人总得有个家，你那间出租屋算什么家？我已经有家了。你拿什么有家？不用你操心。我们是你爸妈，不操心你操心谁？3套房，你们操心过我吗？我的婚事以后也不用你们安排。夏初晴，你现在真是翅膀硬了。硬了。登记和保险都已经办好，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功能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晚上回来吃饭。知道了。清雪想吃那家蛋糕，你顺路买一个。妈，是你生日。她怀着孕，想吃就买。还有，明天穿的得体点，一家人要拍照。姐，我就知道你买我喜欢的口味。挺好的。妈，按摩椅明天送到。这么贵的东西，你又乱花钱。还是凌川想的周到。这块刺少。姐，你一个人在外面租房也不是办法。所以呢？真想买，可以先买个小点的单身公寓，女孩子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够了，别好高骛远。一套小公寓就够我住，那你为什么需要3套学区房？今天我生日，你非要提这件事。是他先提我买房。姐，林环也是关心你，你们每次都不是那个意思。姐没有笑，要不要重拍？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姐，你别跟妈计较，她只是嘴上偏我一点。只是嘴上。姐，这车是你的？什么时候买的？前几天。多少钱？40多万。你不是一直租房吗？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车？自己攒的。姐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以前没钱，你们觉得我没本事；现在有钱，你们又觉得钱来的不对。
喂，妈，姐买车了，40多万，新车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哪来的钱？可能是奖金，也可能是贷款。他要是真有钱，分房子那天为什么一句不说？他就是故意瞒着我们。那是他自己的钱。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他不会早就买房了吧？182平4室2厅，总价816万。安保怎么样？一户一梯，访客必须经业主确认。地下车库直达入户层。夏女士，您现在已经有一套房，这套准备投资吗？城西那套离公司近，可以马上住。这套准备长期住。您确定要定下来？合同先发给我。需要律师审核吗？怎么了？你以前说的房产律师能推给我吗？陆景舟？对。你又买房？这次买长期住的。你好，我是陆景舟。黎思说你需要审核购房合同。麻烦陆律师。产权主体没有问题，但补充协议第12条责任范围过宽，建议删除。车位绑定、交付标准和逾期责任，我也做了标注。费用怎么算？第一次咨询可以不收。专业劳动应该付费。合同可以让律师帮你审，决定还是要自己做。这个决定我自己做。夏女士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姐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看房。东湖1号。这里一套要8、900万，你只是来看看吧。你已经签了。与你无关。姐，你到底哪儿来的钱？我问过你们，3套房的钱从哪里来吗？妈，姐可能买了东湖1号。妈，你今天是不是去了东湖1号？林清雪告诉你的。你先别管谁说的，你到底哪儿来的钱？我自己的钱。你一个普通上班的，突然买车买豪宅，我们能不担心吗？你们不是担心，是不相信我能过得比林春好。初晴，妈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林川最近遇到点困难，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缺多少？具体让他跟你说。你既然有余钱，就先帮他周转一下。他刚拿了3套房，房子怎么能随便动？那是孩子以后上学用的，也是你弟的根。他的房子不能动，我的钱就能动？你们是亲姐弟，哪能算这么清？分房子的时候你们算得很清楚。夏初晴，你非要抓着房子的事不放。不是我抓着不放，是你们把好处全给他，转头又来找我承担风险。姐，能见一面吗？林川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他有3套房，不是没有办法。明天中午茶餐厅，我当面跟你解释。好，说吧。公司有个项目出了问题，对方暂时压款，供应商又在催。缺多少？200万。你那3套房呢？姐，那3套房不能动。为什么？城南那套我们自己住，老城区那套在收租，另一套留给孩子上学。所以你的房子都有用途，我的钱就没有用途。我只是暂时周转，最多半年，项目款回来马上还你。借条我准备好了，利息按银行算。你创业的时候，我借了你20万；你结婚圈缺尾款，我垫了8万；清雪怀孕换车又出了2万，一共30万。你还过哪一笔？那些钱，以前不是没算这么清吗？以前没算清，是因为我每次都让，不是因为那些钱不用还。姐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但公司这次真撑不住了。那就卖一套房，或者用产权亲属的房子做合规抵押。不行，那是爸妈一辈子的心血，也是孩子以后的保障。你的房子是保障，我的钱就不是。
要不你先把车卖了，你上下班可以打车，等公司缓过来，我再给你买一辆更好的。夏凌春，你最大的问题不是缺钱，那是什么？你总觉得别人的东西只要你需要就可以先拿走。姐，我是你亲弟。你是我弟，不是我的债主。你们谈的怎么样？初晴，你能帮多少就先帮多少。妈，他缺200万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不是一下子全要。200万？怎么会这么多？初晴，你手里现在到底有多少钱？你为什么不问3套房值多少钱？房子怎么能动？那是你弟以后的根。那我呢？我就没有根吗？初晴，你是女孩子，以后结婚了，自然会有自己的家。分房子时，你们说我是要嫁出去的女儿，现在林川缺钱，又说我是必须帮忙的姐姐。分钱的时候没有我，承担风险的时候却一定要有我。妈知道你委屈，可清雪马上生孩子，你就当帮孩子。这次帮公司，下次是不是帮孩子上学、换房、还贷款？姐，你真的不管我？我不替你承担投资失败，不叫不管。该跟供应商协商就协商，该缩减项目就缩减项目，该处理资产就处理资产。公司是你开的，决定是你做的，你应该先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你现在说话真冷漠。以前你们嫌我太软，现在我不再让了，你们又嫌我冷漠。到底我要变成什么样，你们才满意？这顿我请，以后没有必要的事不用再约我了。姐，林川是你亲弟，你现在有车有房，帮一下怎么了？你们有3套房，卖1套怎么了？姐，你太现实了。初晴，亲姐弟之间别算得太清，你弟遇到困难，你有能力就应该帮一把，一家人闹成这样不好看。姐不帮也没关系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大家别再劝他了，免得他觉得我们在逼他。你还怀着孕，别生气。有些人有钱以后确实会变。初晴，都是一家人，别把钱算得太轻。你弟遇到困难，你这个当姐姐的多少帮一把。林清雪这话说得真漂亮，嘴上让大家别劝，实际上全是替他说话的。她还怀着孕，大家自然向着她。你准备怎么办？今天不是我堂哥婚礼吗？人齐，正好。你真准备当面说？他们要是不再劝，我就不说。以前总怕亲戚说我不懂事、不孝顺，怕把娘家关系弄僵。现在想开了，我不想再陪着他们演了。初晴啊，二姨，你妈昨天给我打电话，哭了一晚上。她身体还好吗？身体倒是没事，就是心里难受。那让她少操心林川公司的事。你这孩子，你弟现在有困难，你这个当姐姐的多少帮一把。二姨，你知道他差多少钱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帮吗？初晴，亲姐弟之间哪能算那么清？那二姨先借他20万。啊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我也没有。你不是都开好车了吗？车是车，现金是现金。初晴，我说话直，你别介意。那你可以不说。我这是为你好。你现在这样跟娘家闹僵，以后结婚谁给你撑腰？靠一个从小不分我房间、不分我房子，现在还要我卖车的娘家撑腰吗？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冲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你别忘了，你妈把你养大也不容易。所以我没否认赡养义务，但夏林川的公司不是我养大的。姐，我昨天在群里说的那些话，你别怪我。你说的是哪句？什么？说我条件好了，不顾亲弟弟。
还是说我让爸妈睡不着？或者说我没拿房子，也不能不管家里？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姐，今天是堂哥的喜事，你别闹。我没闹，是你们先在亲戚群里谈我的事，现在亲戚又一个接一个来劝我。大家也是为了我们好，那就把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。姐，家里的事没必要当着这么多人说。我不借钱的事，你们不是已经告诉所有人了吗？姐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。我已经把该说的都跟你说过了，是你们不愿意听。各位长辈，我不耽误大家太久，我只问3个问题。姐，你要是觉得我说错了，可以当场纠正。第1个问题，8月10号晚上，我爸妈把家里的3套学区房全部分给我弟，还让我签了放弃分配确认书。当时有谁替我问过一句，3套房全给儿子，出勤怎么办？第2个问题，我原来的房间第2天就被清了出来，衣服装进垃圾袋，书和奖状堆在地上，因为弟媳要把那里改成婴儿房。当时有谁觉得这对我不公平？姐，你平时又不回来住，我们只是提前收拾一下。提前收拾？需要把我的衣服装进垃圾袋吗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现在夏林川的公司周转困难，需要200万。他不卖刚拿到手的3套房，也不愿意拿房子做抵押，却让我卖车，把钱拿给他周转。你们劝我以前，有没有先劝过他？为自己的投资负责。林川真让你卖车？我只是提了一个办法，没逼他卖。你的办法是，我的车可以卖，你的房子不能动，对吗？楚晴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该出的医药费，该尽的责任，我不会逃。但夏林川的投资、房贷、公司亏损，还有孩子的额外教育支出，都与我无关。我不会再用自己的生活替任何人的偏心买单。楚晴，你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让家里难看吗？妈，让我难堪的事，你们做了32年，我只是说出来一次。哥，嫂子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！红包我已经放在签到台了。楚晴，路上慢点。好。这口气我憋了32年，今天终于松了一点，只有1点，但已经够了。那场婚礼之后，夏家亲友群安静了整整2天，好像所有人都突然学会了沉默。但第3天晚上，夏家却彻夜没睡。这些事是后来我爸告诉我的，但那晚的情景，我大概能想象。他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说，他这是要把我们夏家的脸丢干净？妈，别说了。我也没想到姐这么狠，我就是在群里说2句，他至于吗？够了！你冲谁发火？我说够了，还嫌不够难看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也觉得是我们的错？难道不是吗？夏鹏飞，
什么？他那天问的3个问题，我们谁答得出来？房子给林川的时候，我们问过他怎么办吗？清他房间的时候，我们问过他愿不愿意吗？现在林川缺钱，我们是不是第一反应就去找他？那房子本来就是我们买的，我们想给谁就给谁。是，房子是我们买的，可女儿也是我们生的。爸，我也没让姐让。你是没让，可你每一次都收下了。爸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，来川公司的事儿还没解决呢。如果不想办法，供应商那边……那就卖房。爸，房子不能卖。为什么不能卖？那是给孩子上学用的。那是你们以后的保障。那只是爸妈给你们的心意。出勤的车就不是他的保障，出勤的钱就不是他辛苦攒的。你们让他卖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这些？老夏，你今天怎么一直替初晴说话？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我们好像从来没替他说过话。一页一页，全是夏林春。我爸翻得越来越慢，终于在一本相初心相册中间，他看见了我。爸爸，你看，知道了，去找你妈。我要出去玩。好，好，好，带你去买冰棍儿。他的人生被父母仔仔细细记着，我的人生像被随手夹在缝里。好像他拿的什么奖？那天我们夸他了吗？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你现在翻这些干什么？因为我突然发现，他不是因为3套房才寒心，他是早就寒心了。不会的，初晴从小最懂事，他不会真跟我们计较。你还没明白吗？他就是因为太懂事，才被我们亏欠到今天。林川，怎么了？妈，供应商那边又催了，要是这周不给款，他们就要走法律程序。这么严重？别找出晴了。可……我说，别找他。爸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是成年人，公司是你开的，合同是你签的，后果你自己承担。爸，你不能不管我。我会陪你一起想办法，但这个办法不包括让你姐卖车，也不包括再去逼她。老夏，你真不管林川了？不是不管，是不能再拿出情去填。出情，爸以前是不是一直没看见你？出晴，晚上有空吗？爸想跟你聊聊。再说，夏总，10点半的会准备好了，走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一次不完全是假话，我的确还有点疼，但疼归疼，我的生活已经不再围着他们转了。夏小姐，陆律师，黎思说你不喝咖啡，请
请坐。他连这个都说。他说你胃不好，让律所别拿冰水招待你。他倒是操心。朋友操心是好事。我先说结论，你父母的基本赡养义务，你和你弟都有，但你弟的公司债务、投资存损、房贷压力，以及他孩子未来的教育支出，跟你没有法律上的必然关系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，但你不一定能扛住他们反复说你是姐姐。很多人不是不懂道理，是被关系绑架久了，一到亲情场景里，就会自动放弃自己的边界。陆律师，如果我拒绝帮我弟，但以后依法出父母医药费，算不算不孝？这个问题是你想问，还是你替你母亲问？可能都有。那我也不分此回答。法律上，你履行基本赡养义务，不承担弟弟个人债务，不违法；道德上，你拒绝继续被不公平消耗，也不等于不孝。夏小姐，边界不是不孝，没有边界，亲情才会被耗光。这句话像一根针，不锋利，但很准，扎在我胸口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？第一，以后关于钱的沟通尽量留文字记录。第二，不要口头承诺任何金额。第三，如果他们上门要求你卖车卖房，你可以明确拒绝。第四，必要的时候可以签一份家庭责任边界协议。亲人之间还要签协议？亲人之间更应该把容易伤人的事说清楚。如果他们觉得我太冷血呢？那你先问问自己，你是真的冷血，还是终于不再热血倒贴了？抱歉，这句话可能不太像律师。挺像人的。费用多少？黎思的朋友。陆律师，专业劳动应该收费。好，一共是3700块。没有推来推去，这让我很舒服。请。夏小姐，还有一句话。什么？你现在做的事不是和原生家庭决裂，是把自己从错误的位置上放下来。错误的位置？你不该一直站在被索取的位置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爸，最近工作忙，等我方便了会联系你。这一次我没有说对不起，也没有解释，更没有答应马上见面。好，你忙你的，注意身体。注意身体。很普通，很迟，但我还是看了很久。夏女士，有几位说是您家人？谁？一个孕妇，一位女士，还有一位男士。林清雪，我妈，夏林川，他们来的比我想象中快，让他们在门岗等。如果家人上门要求我卖房借钱，我需要注意什么？保持冷静，不要推搡，不要口头承诺，尽量录音，必要时请物业在场。收到。夜风很凉，我却一点都不慌，因为我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是一个人站在他们的话处里，我有规则，有证据，也有自己的门。夏林川低着头，像个犯错的小孩，可我知道他不是来认错的，他们是来要钱的。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初晴，你怎么让我们在门口等？你们没有提前说要来，保安按规定登记，有问题吗？姐，妈也是着急，外面风大，我还怀着孕，那你更不该晚上跑过来。姐，我们能进去说吗？说什么？这里不方便。如果是200万的事，这里挺方便。夏初晴，你非要在外面说？妈，你们来之前有没有问过我方便不方便？哼。姐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但我真的没办法了。供应商那边已经发律师函了，如果这周补不上，公司信用就完了。我不让你白帮，我可以写借条，我可以把利息写清楚。姐，我们不是赖账的人，等项目款回来一定还你。项目款什么时候回来？对方为什么压款？合同有没有违约条款？供应商律师函写了什么？你们现在资产负债多少？现金流能撑多久？你问这些干什么？你弟是来求你帮忙的，不是来被你审的。妈，他要的是200万，不是200块。姐，你现在有车，又在看东湖1号，你肯定有办法。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东湖1号？
因为你跟踪我。清雪也是担心你，担心我，担心到跟踪我，担心到回去告诉你们我可能有钱，然后你们今晚一起过来。姐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们什么意思？你的3套房呢？姐，房子真不能动。城东那套孩子以后上学用，城南那套我们住，老城区那套租金能补贴家用。如果卖了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你以后怎么办？你想得很清楚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卖车卖房之后我怎么办？你不是还年轻吗？还能再挣。夏凌川，你听听这句话，你自己信吗？初晴，你弟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就是太急了。妈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可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我没赌气，我是在拒绝。你真要看你弟公司垮？公司是他开的，合同是他签的，风险是他选的，他就该承担。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冷漠？他是你亲弟，我肚子里的是你亲侄子，你现在手里宽裕，帮一把怎么了？谁告诉你我手里宽裕？你都买车了，还看东湖1号，这还不宽裕？所以你们不是来确认我过得好不好，是来确认我有没有钱。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因为事实就是这样。姐，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帮我？卖1套房。我说了，房子不能卖。那我也说了，我的钱不能借。你非要逼我到这个地步吗？夏凌川，是我逼你投资的吗？是我逼你签合同的吗？是我逼你拿供应商的货吗？我没有逼你，所以也别把你的困境说成我的责任。初晴，妈求你了，就这一次，你帮你弟一次，以后妈再不说你。以前他只要一哭，我就会慌，会心软，可这一刻我只是很累。妈，这句话你说过很多次。那你把城西这套房卖了？什么？你这套房我打听过，现在涨了，卖出去至少400多万。你先拿200万给林川，剩下的钱你也够用。初晴，这也是个办法，你一个人住，租房也行，先救急。原来他们今晚不是来商量的，是带着方案来的，卖我的房，救下林川，甚至连我卖完住哪儿都替我安排好了。我忽然不生气了，因为太清楚了，清楚到连气都多余。这房子不卖。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干什么？睡觉、吃饭、看书，过自己的日子。初晴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的我已经被你们用完了。你录音室？妈，我不想把事情闹难看，但从今天开始，关于钱、关于房、关于夏林川公司的事，我们最好都留下记录。姐，你把我们当外人。那3套房签字那天，你们把我当自己人了吗？我会尽女儿该尽的赡养责任，但你们不能再以亲情名义要求我卖车卖房，替夏林川填窟窿。如果还有下次，我们就找律师谈。你还要找律师？是，因为有些话你们听我说不进去，那就让规则来说。姐，你真的变了。我终于变了。初晴，你爸想见你。等我想见的时候，我会联系他。门合上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们3个人站在外面，像被隔在另一个世界。以前被隔在外面的人是我，现在门在我这边，我终于可以决定谁能进来。那晚之后，我妈没有再打电话，夏林川也没有。结晚是我们太急了，但林川真的撑不住了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我没回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很多话只要回了第1句，就会被拖进第2句，最后被变成你看，你明明愿意聊，那为什么不愿意帮？夏女士，您真要卖城西这套？您这才买多久啊？对，这个小厨区最近涨得快，您当时买的也合适，现在挂430万，问题不大。尽快出。您是急用钱？不急。那为什么这么快卖？换地方住。哦，改善。城西这套房是我从夏家出来后给自己的第1个落脚点，可自从他们找上门之后，我就知道这里不能再住了。真正的家应该让我安心，而不是让我每次开门前都担心门外站着谁。夏女士，您放心，我会筛客户，不让乱七八糟的人来看。谢谢。签完挂牌协议后，父亲给我打过电话，他说对不起，也问我最近住的好不好。我只说爸，先把事情分清楚吧。这套房800多万，放在以前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可现在它就在我面前，钥匙在我手里，房本会写我的名字，没人能说你弟需要，你让出来。夏女士，您看看还有哪里要调整？很好，
那您这周可以陆续入住。我忽然想起夏家的饭桌，我永远坐在离厨房最近的位置，好像随时可以起身端菜、收碗、让座。而这张桌子不一样，它没有固定的主位，我想坐哪里，哪里就是我的位置。姐，我知道你在，带着球上远。有事？我来看看你。说重点。姐，你非要这么防着我吗？你跟踪我又上门劝我卖房，我防着你，不是很正常？我承认，我之前有些话说的不好，但我也是没办法。林川这几天睡不着，妈也天天哭。姐，你就不能看在孩子份上？不能，孩子不是我的，项目不是我的，债务也不是我的。你怎么这么冷血？你今天来，如果只是想重复这句话，可以走了。那你把房子卖了总行吧？这房子不是挂出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听中介说的。你查我房子？姐，我不是恶意，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帮。原来如此，他不是来道歉，他是来确认我卖房的钱能不能流进夏秋川的口袋。房子是要卖，真的？那你卖了以后，能不能先借林川200万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套房是我卖给自己的过去，不是卖给你们的未来。夏初晴，你都要卖房了，200万对你来说是什么？就是帮家里一把。不是，是继续填一个没有底的洞。你真不怕我们过不下去？你们有3套房，怎么会过不下去？水果拿回去，以后别再未经允许上门。姐，你这样以后真的会没有娘家的。林清雪，我早就没有了。夏女士，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。这房子真漂亮。谢谢。这是我签字后的第2天。我忽然觉得，真正的新生活不是从中奖那一刻开始的，也不是从买房那一刻开始的，是从我终于敢关上那扇门开始的。林清雪，她还是来了。电动车进不来，只能停在门口。你好，我是28栋2801的业主，门口有位女士可能在找我，如果她没有预约，不要放心。夏女士放心，我们这边会核实。夏初晴，你是不是搬家了？你搬去哪儿了？有事吗？我是你妈，问你住哪儿都不行。如果您只是关心我安不安全，我很安全。清雪说你住东湖1号。那里的房子很贵吧？果然，不是问我住的习不习惯，不是问我一个人怕不怕，不是问我吃没吃饭，第一句还是贵不贵？还行。还行是多少？妈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就是关心你一个女孩子突然住那么贵的地方，我们能不担心吗？如果是担心，可以不用；如果是想问钱，那我不想说。夏初晴，你现在对爸妈都这么防备吗？你弟和清雪在小区门口，你让他们进去。你们都来了？我和你爸也在路上。妈，我没有邀请你们。我们是你家人，去你家还要邀请？要。如果他们坚持进入，请通知我，不要放心。收到。夏女士，门口几位自称您的父母和弟弟情绪比较激动，您看是否需要我们协调？我下去。我没有让他们上来，不是怕他们看，而是我不想他们用闯入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。初晴，你真住这里？姐，你这房子多大啊？姐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下班了也没接。我不想接，
初晴，你别这么说话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妈，上次我已经说过，未经允许不要再上门。我们不是来闹的。那你们来干什么？初晴，爸只是想看看你住的地方。现在看到了，我住得很好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姐，你都住东湖1号了，就说明你手里真的有钱。所以呢？林川快被逼死了，供应商那边已经发函，银行也催款。你有这么好的房子，为什么不能帮他一次？清雪，别说了。爸，我不说钱就能出来吗？她是林川的亲姐姐，住800多万的房子，看着亲弟弟公司垮倒，这合理吗？800多万，初晴，这房子800多万，你哪儿来的钱？终于，他们还是问出来了。这几个月，他们一次次怀疑，一次次把我往最不堪的地方想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可以干干净净的拥有这些。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有钱了？你想听实话？可以，但不是在门口。那让我们上去。爸，你确定要上去吗？上去了，有些话就不能再假装不知道。上去。这次登记后放行，以后没有我的确认，仍然不能进。好的，夏女士。整个屋子像一个从来没有属于过他们的世界。这装修得不少钱吧？换鞋，4双客用拖鞋，别踩脏地毯。初晴，你真的住这里？姐，这套房多少钱？816万。全款。坐吧。你既然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帮文川？你这句话问得很自然，你也这么想？初晴，你有这么大的房子，帮家里一点也不算为难吧？妈，你终于不说我没房了。初晴，你的钱到底从哪里来的？等一下。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吗？自己看。大乐透税前7000万。对，我中了7000万，就在你们让我签字放弃3套房的那一天。8月10号上午，我在公司楼下花20块钱买了一张彩票，中午查号码中了，税前7000万，税收5600万。8月10号晚上，你打电话让我回家，说有大事要商量。我回去的时候，茶几上摆着3本房枕，一套城东，一套城南，一套老城区，加起来900万左右。你坐在沙发左边，他坐在你旁边，你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，只有我不知道。姐，先别叫我。爸说你弟压力大，孩子马上出生，这3套房先给他。妈说我是女儿，以后总要嫁人，房子给儿子才稳。林清雪说房子放林川名下，对这个家最好。姐，我那天不是……你那天就是这么说的，一个字都没少。初晴，妈不知道，妈真的不知道你中了奖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知道，那3套房会分我1套吗？还是会让我把中奖的钱拿出来给林川？我看见了，我什么都看见了。你们现在这么难受，不是因为终于发现亏欠我，是因为发现原来被你们排除在外的人，那天口袋里有7000万。初晴，不是这样的。爸，那您告诉我，是哪样？第2天，我去兑了奖，流程很快，税后5600万到账。我站在彩票中心门口，第一件事不是高兴，是觉得好笑，因为前一天晚上你们刚刚告诉我不需要房子，
姐，我不知道你那天中了奖。你知道不知道？重要吗？你拿房的时候知道那3套里没有我，你没拒绝。我房间被清的时候，你知道那是我的东西，你没阻止。你缺钱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有3套房，你没想先动自己的，你先来找我。姐，我承认，我以前习惯了。习惯什么？习惯爸妈偏你，习惯我让你，习惯我所有东西都可以先拿给你用。我没想这么多。是，因为从来不用你想，自然有人替你想，替你铺路，替你兜底，替你跟我开口。姐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们承认以前对不起你，可是临川现在真的难。你有5600万，200万对你来说真的不算什么。多熟悉，他们终于绕回来了，绕过震惊，绕过后悔，绕过眼泪，最后还是钱。所以你道歉，是因为你觉得错了，还是因为我有钱了？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那你别让我这么想。这笔钱我不会拿出来给夏凌川补窟窿，我会给爸妈留一份基础养老备用金，该我承担的医药费和赡养费我一分不少，但除此之外，你们的投资、房贷、孩子教育、生活消费都别找我。你都这么有钱了，所以呢，我有钱就必须替你们承担错误，我有钱就应该忘了你们怎么对我，我有钱就该继续做那个被你们需要时才想起的姐姐。楚晴，你别这样，妈害怕。您害怕什么？妈害怕你不要我们了。妈，不是我不要你们，是你们用了32年告诉我，我不是你们优先选择的人。楚晴，爸对不起你。爸，您这句对不起来得太晚了，晚到我已经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。落地窗外，江面灯火一片，很漂亮，可屋里的人一个比一个狼狈。我忽然觉得，我等这一幕好像等了很久，可它真的来了，也没想象中那么痛快，没有酣畅淋漓，没有大仇得报，只有一种很深的疲惫。你们慢慢坐。你去哪儿？透气，这是我家，你们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楚晴，像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沉下去。我没有哭，真的没有，因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我不是不难过，我是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把眼泪流完了。那晚回到家，我没有再等谁的道歉，一共6页，条款不多，但每一条都写得很清楚。我看完第1遍，心里很安静，又看第2遍，心里更安静。原来很多说不清的事，写到纸上以后，真的会变清楚。这一次，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各位下午好，我是陆景舟，夏初晴女士委托我协助各位完成一份家庭责任边界确认。楚晴，一家人真要弄成这样吗？张女士，协议不是为了让关系变远，是为了避免以后再因为责任不清反复伤害。我先简单说明，这份文件不是断亲协议，也不是放弃赡养协议，它只确认几件事。第一，夏初晴女士会依法履行对父母的基本赡养义务，包括合理范围内的生活支持、医疗协助和必要探望。第二，夏凌川先生的个人投资、公司经营债务、夫妻共同生活支出、子女教育支出，由夏凌川先生及配偶自行承担。陆颖律师，孩子教育也不能找姑姑吗？自愿赠与可以，长辈压力等方式强制要求不可以。我们也没强制，那就写下来。第三，夏凌川先生张素云女士已确认，3套学区房已赠与夏凌川先生，该赠与决定产生的相关利益和后续责任与夏初晴女士无关。了，妈，当初签放弃确认书的时候，你们没有觉得生分？继续吧。任何一方不得未经同意前往对方住所、工作单位、小区门口进行纠缠、围堵或情绪施压。如需上门探望，应提前沟通，取得对方同意。我那天只是着急，所以才更需要写清楚。姐，你现在防我们像防贼一样。我防的不是亲人，是反复越界。清雪，别说了。你也觉得我错？
我们都错了。重点已经讲完，各位可以先看，有问题可以提出。姐，我想问一句，问，如果我真的走到最难的时候，你也不会帮吗？你所谓的最难，是已经卖掉一套房，已经和供应商协商，已经尽最大努力止损之后，还是刚遇到困难就先来找我？夏凌川，我不是不能在真正紧急的时候帮一把，但前提是你先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我明白了。可是卖房之后，孩子以后上学怎么办？在你们当初要3套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以后怎么办？林清雪，不是只有你们的孩子需要未来，我也需要。楚晴，这个账户爸妈现在还能自己负担生活，不用你们马上存。我和你妈有退休金，还有一些存款，以前总想着留给林川，现在想想，我们也该自己承担一点。那这一条可以改为：父母具备自负能力期间，子女不固定支付，发生重大医疗、失能护理等情况时，双方按能力共同承担。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林女士，我听林川的。我看着那支笔，忽然想起8月10号晚上那一沓贴满便利贴的文件，那时候我也是这样签字，只是那次我签的是放弃，这次我签的是边界。楚晴，这样以后你是不是就能轻松一点？会清楚一点。清楚也好。从今天起，希望各位按协议执行，这不是约束感情，是保护关系。楚晴，路上慢点。好。姐，我明天会去找中介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卖房，这是你的决定。也是我该做的。林川，以后别再让你姐为难了。知道了。雅风有点凉，但这一次我没有觉得冷。夏凌川真的联系了中介，他没有卖城东那套学区房，也没有卖自己住的城南那套，而是把老城区那套挂了出去。那套房子面积不大，租金稳定，但房龄老，升值空间有限，这是他该做的。一个字，比他以前那些长篇大论顺眼很多。看着那句话，能感觉到他的不甘。毕竟那是他刚拿到手的房子，还没捂热就要卖，止损本来就会疼。是，以前我总觉得你挣钱比我容易，每一笔钱都不是白来的。不是不认可，而是很多道理必须他自己疼过才会真的懂。看着这2句话有点陌生，以前他从来不问我方便，他只会说周6回来，明天来家里吃饭，你弟有事你过来一趟。现在他终于学会了把选择权交给我。夏女士，有一位女士在楼下登记找您，让她上来。我没有打扰你吧？没有。喝水。我给你带了点东西，不是让你一定吃，你要是不喜欢就放着。我看那天你送我的披肩颜色挺好，就给你织了一条围巾，不是买的，可能没那么好看。那颜色和我生日送夏母的那条披肩很像。你要是不喜欢，妈下次……挺好的。喜欢就好。爸最近怎么样？挺好，就是话少了，晚上经常翻相册，有时候看着看着就不说话。临川那边老城区房子降了点价，应该能卖出去。清雪最近也在找线上客服的工作，说以后不能什么都靠临川。挺好。初晴，你是不是觉得妈现在说这些有点晚？是，妈知道，所以妈不求你马上原谅，妈就慢慢改。句话让我心里轻轻动了一下，慢慢改，听上去不轰烈，但比跪着哭着说妈错了更真实一点。初晴，妈下次还能提前问你吗？可以。那妈走了，路上慢点。好。我没有哭，但心里某个一直绷着的地方松了一点。不是原谅，只是承认他终于开始学着尊重我。老城区那套房最后以320万成交，比他最开始预想的价格低了整整40万。我看着照片，没有觉得痛快，也没有觉得可怜。知道了，供应商那边的钱已经先付那边也沟通了，公司不准备继续扩了，把项目砍掉一半。及时止损是好事，我们之间
好像终于从那种黏糊糊的亏欠和索取里退回了一个正常距离，不亲密，不热络，但至少不再互相撕扯。出晴，明年新业务线你来带。谢谢。有压力吗？有。怕不怕？不怕。你弟发烧了，妈现在没空。那天我没有等到一句夸奖，现在我站在自己的职场里，终于明白，被看见不一定只能等父母给，我也可以自己走到光里。夏总，祝你升职。还没正式任命，迟早的事儿。夏总以后可不能忘了我们。先把下周版本上线再说。你们是不知道，今天甲方又发神经了，非让我做个五彩斑斓的黑，还要带点低调的奢华，我这头皮都快挠破了。你这算什么？我那个客户让我把主标题放大，同时再稍微缩小一点，我差点想顺着网线爬过去打人。哎呀，行了，出来聚餐不谈工作，聊点开心的。年底团建咱们去哪儿啊？我坐在人群中间，第一次没有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楚晴，听说你升职了。我愣了一下，黎思知道，陆锦州知道，公司同事知道，夏家怎么会知道？林川看见你公司公众号了，你是不是要负责新业务线？方便接电话吗？看着这句话，心里有点说不出的感觉。以前他从来不会问服不方便，现在他问方便吗？方便。楚晴，爸看到你们公司的文章了，写得很好，你做的项目也很好。谢谢。爸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认真问过你工作，我只知道你在互联网公司，知道你忙，知道你收入还行，但不知道你具体做什么，不知道你每天开多少会，不知道你带多少人，不知道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。爸，这句话我以前很想听。爸知道，现在听到还是谢谢你。是爸说完了。我没有安慰他，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赶紧说没关系，因为不是没关系，那些年真的有关系，只是我不想一辈子背着他走。晚是晚了，但我听见了。听见就好。夏总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吹会儿风。你是不是哭了？没有。我叫车了，你开车了吗？开了。那你路上慢点儿。你也是。谢谢。忽然觉得这一年很长，长到我像重新活了一遍，但也很短，短到那个签字离开的夜晚还像昨天一样清晰。因为我知道，我的人生不是从那2张纸开始，也不会被那2张纸定义。整个城市都湿漉漉的。需要我回避吗？不用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没有，我提前发消息了，你没回，我想着把东西放门口就走。刚才没看手机，进来吧。阿姨好。这位是陆锦州，我男朋友。阿姨，我是陆锦州。你好，打扰你们吃饭了。不打扰，我们刚煮好面。我炖了莲藕排骨汤，你以前喜欢喝，你记得？以前不记得，这段时间翻旧东西，看见你高中日记里写过，说食堂的莲藕汤不好喝，想喝家里的。妈不是故意翻你隐私，是在整理你以前房间留下的书，看到封面夹着一页，就看了2句，后来没看了。没事。好，我放下就走。吃过了吗？啊，没吃的话，一起吃点面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再煮一碗。不用，我吃一点就行。没事儿，锅里还有。我以前最烦他这样哭，现在没有用眼泪逼我，只是因为我愿意让他坐下，他就已经很满足。你们平时工作忙吗？还可以。再忙也要吃饭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不是要管你们。
知道。我吃好了。这个给你。这是我小学时最喜欢的发夹，后来被夏凌春远弄坏了。我妈当时说一个发夹而已，你弟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他早没了。前几天整理柜子翻出来的，妈找人补了一颗珠子，颜色不太一样，但还能戴。初晴，妈以前总觉得小东西不重要，后来才知道你难过的不是发卡，是妈每次都让你算了。妈不求你马上原谅，妈就是想以后能不能一点一点补。妈，有些东西补不回原来的样子，妈知道，但我收下了。好，收下就好。初晴，你现在这样，妈挺高兴的，不再总委屈自己。小姑娘真漂亮。我妈第一次没有说，可惜不是男孩。好好养他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也没有顺势提钱，这已经很好。从前我每次回去都会在门口停几分钟，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今天车停在那里，我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，没有回头。里面有旧奖状、旧照片、钢笔、兑奖凭证复印件、放弃确认书复印件，还有那枚淡蓝色发卡。我没有把它们扔掉，也没有每天拿出来看，过去不是我的枷锁。吃饭。今天顺利吗？顺利。累吗？有点。明天周末想做什么？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去买花，随便什么花。好。楚晴，今天看到你公司公众号了，新业务线负责人写着你的名字，爸又看了好几遍，爸爸为你骄傲。谢谢爸。我没有站在路边失神，也没有哭。你忙，不打扰你。还好吗？挺好。我忽然想起8月10号那天晚上，那3本红色仿枕摆在茶几上，我签完字说不想争了。那时候我以为不争就是放弃，后来才知道，不争不是认输，是我终于把自己从一个永远等不到公平的位置上带了回来。我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爱人，也有了重新选择亲情距离的权利。我没有彻底失去家，也没有靠7000万买来家。真正的家，是我终于愿意把自己放进去。从我不想争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一直在回家的路上，而现